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某个女生非常有福相，看上去就像有福之人。这种说法其实是从一个人的面相角度来说的。我国古代就有很多人以算命为生，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五官长相，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命数。虽然听起来确实非常玄乎，但有时候这些面相的说法确实有一定的依据。这方面的事情，有时确实不能完全不信，也不能全信。有的女人会旺夫，走到哪里都会特别顺风顺水，拥有好的运气。这样的女人往往有一些共同的面相特点，并且通身的气质特别干净。不论哪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面相。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面相特点吧。1. 下巴圆润饱满。在面相学之中，下巴又叫做地格。当一个女人的地格圆润饱满，说明这个女人很有帮夫运，是一个很有福气的面相。结婚以后，一家人幸福和谐。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女人不但温柔体贴，而且非常顾家，是丈夫的贤内助。整个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丈夫无后顾之忧，而且跟子女以及婆婆的关系相处非常好，自然而然能够带来好的运势。眼光独特的他们所挑选的夫婿常常非常上进，即便是开始吃了一些苦头，后期也一定能够拼出好的生活，对感情忠贞不一，是互相最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2. 额头有美人尖。额头有美人尖的女人一般性格开朗，做事比较急功近利，且父母缘较差，在年轻的时候难以得到父母的帮助。这种面相的女人在年轻时常常显得急躁，因此在处理事情时容易出现纰漏，导致难以成功。然而，随着经历的增长，这些女人会逐渐变得稳重，事业也会随之改善，她们的路会越走越顺，是一种先苦后甜的面相。这些女人在早期人生阶段可能会面临许多挑战，但这些困难和挫折正是他们成长和成熟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学会如何冷静地面对问题，解决困难。因为年轻时的经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经验，使得他们在中年之后更加成熟和稳重，事业也因此逐步走上正轨。最终，他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顺利，迎来甜美的果实。3. 腮骨饱满。腮骨饱满的女人一般能力比较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表现得比较强势，因此看起来魄力十足。这种面相的女人富有冒险精神，喜欢创新，因此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缺乏经验而走很多弯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逐渐积累经验和智慧，到中年之后会变得越来越稳重，因此事业也会越来越顺利。腮骨饱满的女人通常具有很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这使得她们在职场上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付诸行动。她们不怕挑战，敢于尝试新的事物和方法。虽然这可能会让他们在年轻时经历一些失败和挫折，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坚韧的性格和丰富的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稳重和成熟逐渐显现，做事也更加谨慎和周全。年轻时的冒险精神和积累的经验相结合，使他们在中年时能够更好地把握机遇，事业也因此蒸蒸日上。最终，他们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还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满足，实现人生的全面发展。4. 眼睛小而细长有神。眼睛小而细长有神的女人做事比较稳重，她们性格内敛，不注意她们的人会觉得她们特别平凡，没有什么优点，而实际上这种面相的女人非常的有主意，做事很周全。她们年轻的时候只是在沉淀自己，等时机一到就会马上翻身做主人。这样面相的女生脑子比较灵活，聪明伶俐，但是做事非常稳健又低调，能够稳步地提升自己和自己的事业。35岁之后，好运就来了。5. 高挺的鼻梁。鼻直而挺，山根丰隆，鼻翼丰满的鼻相，这样的良人多数都很有贵气，能作福生命。具备如此优胜鼻相的良人，就算书念得不是很好，也不见得没长进。由于凭着高傲与老道，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因夫帮夫，这是大鼻美女所会做的事。做老公的算是很受宠又很受珍惜。6. 声响柔和。声响着着甜润，中气茂盛的良人，即便长得庞杂大，却都能配得条件相等不错的男性。这不是隐蔽的面相算命之言，然而有生理与心思的根基根底。声响柔和的人，特性多数温和体恤，像轻率是贤浑家的典范表率，做丈夫的于是得力，而中气通盘，表现这个体的身材强壮，非分出格，是语出丹田。
标与心气沟通，浑然达于外，因而婚姻和谐幸福。7. 田字脸，所谓的田字脸，便是额头偏方形且腮骨突出，同时脸上有着丰腴肉质、全数脸型方中带圆的脸型。这种良民心肠相等开阔，好交冤家又乐于助人，同时也是心思细密，会帮冤家渡过难关的慈悲家。没使命的，他热情地帮人家安顿；缺业绩的，他会帮着找卖主。无论如何，甘愿宁可支出比他人多的田字脸，娶到他即是同时具备一堆赤心好冤家。8. 人中大明晰，女性要是拥有大白明白明晰深长的人中，肯定是体质手段强，能生出优胜遗传孩子的上上之相，所生坤义后代也随意草率，心存孝道，聪明多福，将来结局且高。人中形美也是短寿的表征，因此人中也有寿堂之誉，聪明加上高寿，夫荣子孝，真是好命。9. 垂珠后大，有着大出业大的耳垂，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范例。耳垂后大的人，金钱运、冤家运都不错。耳垂大又娇嫩的姑娘，轻率人无比宽厚，分外轻率本人的老公、孩子都会有一份温馨、包容的友谊，有福音，有人缘。这样的姑娘有福泽极了。假设你的太太是个有福泽的人，举家人必定能经受到她的福泽，享用到衣食无虑的生活。10. 柳叶眉，眉形挫折始末的幅度相等大，同时显示弧形的这种眉毛，且从眼头长长的抵达眼尾的前线，这种柳叶眉的良人都是仁慈异常、心肠特软的温和才子。不过生有这种眉形的良人并不多，碰到了就要绝力行使把握，以免错掉落先机，被其他的人追走了。11. 毛发娇嫩，发质倾向娇嫩，特性会很柔和，对比不会自寻懊恼，不自找费事，这样的生活会相等清幽闲适。同时，特性娇嫩的人还有个好处，行事上不见得没有主意，而是调以及性和妥协性很高，总能面面俱到的帮家里处理结果，分忧解劳。12. 眼神明澈，眼睛稍大，眼珠混杂厉害，这类女孩聪明慧侠，就像诗情画意中的女配角一样。有这种大俏丽眼睛的良人，都是机灵、纯真、恢宏奔放，带点孩子气的美少女，娟秀，气质好，而且进退有礼，没有令人难以忍耐的傲气。也由于命好，往往多用正面的考虑来对待世人，尽管有暖巢与妨害，但面轻率顺境，也都有抑制与转移的一套思想。有这样的老婆，幸福。13. 唇红齿白，嘴唇光荣偏红，同时齿列平等，不尖不包，齿色偏白。陪伴这种相的是声响倾向着着，咬字大白，明白明晰。拥有此相的良人和丈夫间的关系甘美，夫妻恩爱，情感生活完美。这类可以享用标致有益生活的良人，最大的脾气长处便是脾气中庸，既不神采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经，而且很善体人意，使得家庭内聚力强，情感根基根底坚固。14. 口大能干，对于古话男人口大失四方，女人口大失穷郎，现在已有新的诠释。女人口大懂得交际应酬，做事能干，嘴唇色泽偏红，齿列整齐，不尖不包，齿色偏白的女子和丈夫关系甜蜜，感情生活美满，能够享受美好活。其性格中庸，既不情绪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善解人意的个性使家庭聚力增强，夫妻感情自然坚实，能取得这样能干的娇妻，夫复何求。15. 耳红而圆，一般而言，以双耳来判断，在相学中，耳主家事、青春期运势、健康寿命等方面。这里所说的耳红，是指耳朵的肤色以红为主，即苍白、发乌等；而圆则是指耳形以圆为主，即耳形凹凸、残缺等。这种女人一般家世不错，又容易得到家人、亲朋的帮助而丰衣足食，属于贵妇相的范畴。而且在婚后对恋人子女的运势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以上分析的就是富贵命的女人面相。这几种面相的女人是能有富裕的是生活，她们出生的时候可能运势也不是很好，也会遇到很多麻烦，也会有无助的时候，但她们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在她们的努力之下是很容易获得成功的，晚年很幸福。要是嫁错了男人，就会辛苦一辈子；男人要是娶错了女人，就会痛苦一辈子。所以无论女人还是男人，无论是嫁人还是娶妻，都会慎重考虑，努力去看清对方，揣摩对方到底和自己合不合适。只有看准了，
确定了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才会选择结婚。然而，如果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看走了眼，嫁给了有以下12种面相特征的男人，那么只会苦一辈子，累一辈子，没有幸福，没有甜蜜，只有心酸和眼泪。1. 印堂尖窄，印堂就是两眉毛中间地方，宽度代表了心态，越宽的人心底越善良，越没用私心，也不狭隘；而印堂狭窄，多主心胸狭窄，不能容物，妒忌才，缺乏谦卑平和的心态，容易刻薄自私，这样会使得自己缺乏事业空间，同时也容易上火生气。心眼窄的人都容易患病，要是再加上连心眉或者印堂眉毛多，不仅短寿，还主一生乖喘，穷无片瓦。这种男人对待感情总是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不够重视，总是忽冷忽热，让对方没有安全感，并且对待感情不够专一，容易与其他女性保持暧昧，并且性情古怪，脾气多变，让人难以琢磨。遇事总喜欢钻牛角尖，脾气非常的差，只要不合心意，就会对身边的人大吼大叫，命中注定孤独。2. 鼻梁上面有黑痣，两眼的中间。鼻梁的上面有黑痣，山根横纹，眼角之间的鼻梁部分有横纹，这样面相的男生特别固执，尤其对于感情比较大男子主义，不允许自己的决定有一点反对的声音，所以婚后的生活比较辛苦，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契合。因为精力太旺盛，所以导致他们在感情上非常的难做到安分守己，喜欢寻求新鲜和刺激，为人非常的多情。这种人非常的重义气之情，但是对于男女之情却比较的随性，即使是结婚后或者是女朋友的情况下，也挡不住他们去外面寻求新鲜感，出轨的几率非常大。3. 下嘴唇厚并且外凸，嘴巴为出纳宫，代表了一个人的世界观，而嘴唇薄厚代表了一个人的情意和欲望。如果男人下唇非常厚并且外凸的话，这种男人大多非常的自我，心思非常的重，从来不会轻易的向别人表露自己心中真实的感受，对待感情也非常的热情和主动，但是比较的喜欢新鲜和刺激，注重肉欲和感官上的享受，一旦新鲜感过去了，就会变得非常的冷淡寡情。这种男人往往肾气不足，导致身体素质比较的虚弱，容易生病，很难长寿，还会影响到自身的智慧，导致思考力不足，并且生育能力较低，对子女运势不利。4. 招风耳，耳朵主一个人的理性和智慧，如果男人长有招风耳的话，主祖业破败，年轻时家里比较的穷困，能够给予他们的帮助很小，会吃不少的苦头。而眼睛如果大而无神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没什么主见，优柔寡断，遇事容易犹犹豫豫，缺少主见和魄力，事业心不强，所以整日看上去无精打采，精气神不足，一辈子也难有作为。有此面相的男人总是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感觉，一有事情就只会选择逃避，不敢选择做主意，没有主见，容易盲从，就算是吃了大亏，有而不敢说，性格懦弱无能。嫁个这样的男人需要一辈子出头，想要家里过得好，女人就得强势辛苦，最后还很难落得好，所以还是不要嫁的比较好。5. 眉骨高，眉骨较高的人则眼窝就比较深，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性格都比较的偏执和自私，眼里只有自己，并且工于心计，喜欢算计别人，并且思想极端，为人心狠手辣，容易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颧骨代表了一个人的欲望，颧骨塌陷的话，则整个人看上无事，内心非常消极和悲观，特别的喜欢抱怨以及算计，最终一时难成。眉骨高的人心术不正，往往靠坑蒙拐骗的小伎俩谋取利益，通过一些灰色地带的产业赚钱，打着法律的擦边球敛财。虽然有时能挣到一些钱，但是这些钱来得快去得也快，留存不住，即使生活中与邻里相处，内心也总有想着占别人便宜的心理，这样的人心思不端，难成大事。6. 眉毛浓厚，有些杂乱的男人眉毛为情缘宫，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比较浓厚的话，这种男人一般非常的重感情，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讲义气，在感情方面一旦确定了某人，就会掏心掏肺的全心全意对他，对待感情也比较的忠诚和专一。但是如果眉毛浓密但有些杂乱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比较急躁，脾气非常的暴躁，对人对事缺乏耐心，容易发火，甚至还会动手。等到冷静下来后，常常为自己的举动而后悔，很少有女人能够忍受，婚姻中容易发生矛盾和争执。7. 眼睛白多黑少，眼珠略小，
眼睛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地和心思。如果一个男人的黑眼珠较小，眼白比较多的话，在相学中也称为3白眼或4白眼。这种面相的男人大多非常的实际和现实，有着很强的掌控欲，容易干涉女方的交际和工作，喜欢用双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另一半，而且非常的自私和小气，凡事只考虑自己。一旦婚姻出现矛盾或危机，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翻脸无情。8. 眼睛含情，不笑带笑的男人，眼睛最能传达一个人的心意和善意。如果一个男人眼睛如水，看上去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的话，在相学中也称之为桃花眼。拥有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性格非常温柔，对待异性也比较的细心和体贴，所以非常的招女生喜欢。桃花运比较旺盛，但是性格优柔寡断，做事缺乏决断和魄力，不懂得注意与身边女性保持距离，导致感情纠葛比较多，而且不懂得拒绝，容易给另一半带来很多感情上的烦恼。9. 眼皮经常耷拉的男人，这种面相的男人眼皮经常耷拉着，看上去一副快要睡着的样子，但其实这种男人非常有心计和想法，而且善于隐藏自己，让人不能看出他们真实的内心。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凡事喜欢算计，始终不会真正的敞开自己的内心，让人感觉一直走不到他们的心里，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心与心之间容易产生很强的隔阂感和陌生感，相处起来也是问题不断。10. 鼻头尖小，鼻梁无肉，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和财运。如果男人鼻头尖细，鼻梁无肉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刻薄，为人也比较的挑剔和自私，喜欢挑别人的毛病，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为他人考虑，说话也比较的尖锐难听，容易出口伤人，而且特别的记仇，报复心极强，在感情中掌控欲非常强，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特别的难相处。11. 嘴角上翘，棱角分明的男人，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博厚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男人嘴角上翘，棱角分明的话，这种男人一般表达能力非常好，特别的会说话，与异性交流时嘴巴比较甜，特别的讨女性喜欢。这种男人性格开朗，待人和善，女人缘非常的好，而且个性温柔多情，总是嘴角含笑，桃花运旺盛，而且不懂得拒绝，容易脚踏多条船。爱上这种男人的话，会特别的辛苦。12. 下巴尖小，下巴叫做地格，在面相学中，下巴主一个人的聚财能力大小。倘若一个男人的下巴没有肉，又尖又小，则说明这种人运势较差。这种人性格懒散，做事情有始无终，意志力不坚定，结局就是一事无成。一事无成的人不会有大出息，命中是无大财的，即使赚了一些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存，而且还喜欢到处花钱，没有存钱能力，对待生活也是散漫无比。这种人到了晚年运势就更差了。由于早年没有赚到什么钱，所以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还要为钱发愁。好的下巴应该有肉圆厚，或者有双下巴。这种人能想晚年，一个人都会祈祷自己拥有一个完美好运的人生。如果在生活中能受到财神爷的照拂，那就更好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般的好命，但拥有以下几颗大吉痣的人，却是一出生就有好运相随，财运也是无比的旺盛。1. 夫妻宫长痣，夫妻宫是相术家对鱼尾两眼角的别称，指人眉毛尾端到太阳穴这一段皮肤。按照传统的相术理论分析，在夫妻宫长有吉痣的人，不管说是在事业上还是贵人运上，都会有不小的机缘。特别是这颗吉痣长在右夫妻宫中时，机遇会无限的大，只要在合适的时机抓住机会，一生必定大富大贵。2. 财帛宫长痣，财帛宫又名财星，指鼻，相术12宫之一，象征着人的财运和物质方面是否充裕。财帛宫长痣的人天资聪颖，智慧过人，在工作或者事业上都会有异于常人的超前的见解，同时自身具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在领导管理人员方面也是佼佼之辈。吉痣长在财帛宫的人，一辈子都会衣食无忧，在事业和生意方面都会获得很大的成就。但是若志在较为靠上的位置的话，则偏财运会非常的旺盛，虽说来钱快，但是也容易流失，这一点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3. 田宅宫长痣，田宅宫在上眼睑与眉毛之间，田宅宫长痣的人情商比较高，
能很好的处理好周围的人际关系，所以也很容易获得贵人的扶持。田宅同样也象征着地宅家产，所以田宅宫长制的人会有稳定的居所，或是在地产投资方面能取得成功。田宅宫中的志也代表着豪迈重情义，对朋友真诚，对家人孝顺，同时也为自己积得了深厚的福运。第二，身体5颗最贵的志，藏而不露，10人9富，百里挑一的好命。一、地库长志，地库位于下巴左右两头的方位，是脸部的财库，代表的是一个人聚财招财的能力大小。若是地库的位置长有吉志，则此人的财气兴隆，10人9富，家里的积蓄与收入必定会水涨船高，而且他们赚钱的能力很强，只要肯奋斗，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二、臀部长志，如果在臀部长有吉志，而且志向长得大而黑亮，则此人藏财聚财的本领比较强，命中显贵气，不但自己的发展不错，孩子也是个个都会有大出息。他们身边亲近的人很容易成为他们的贵人，所以一有机会就要抓住，千万不可以为了面子而感情用事，最终导致自己一事无成。三、手臂长志，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手臂上长有吉志，归于进财志，而具有这样吉志的人，十有八九都很有钱。他们脑子活泛，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都很上进，深得领导的厚爱。在拼搏事业的同时，还容易遇到贵人的提携与帮助，注定可以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少不了赚大钱，福分不浅。四、头顶长志，头顶处长有吉志的人，天生就拥有好运，命中多彩，在事业上也能够得到一番不错的成就与发展。他们命中显富贵，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上，都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不仅会有不错的财富收入，还能够收获一份幸福美满的爱情。五、脚心长志，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脚心位置长有吉志，则会有左财右权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左脚中心长有吉志的人，大多都能找到自己的经商之道，理财能力出众，金钱运旺盛，一辈子都不差钱。而在右脚脚心长有吉志的人，天然就是做大官的料，他们的领导才能极强，有手段，脑子活，只要抓住机会就可以升官发财。六、后背脖子和肩部相接处有痣，我们称之为财运和命运的交接点，此处志向表示一生贵人居多，能够获得他人的帮助而得财。如果此处有1至3颗痣的话，往往这种人从小就比较聪慧，长大后鹤立鸡群，中晚年运势极佳。七、后背右肩胛骨下端有痣，此处有痣比较极端，要么旺财，要么破财。我们从志向分析，此处长了黑而亮且清晰的痣，就是旺财至极痣，干瘪不清晰的痣则为破财痣。有此极痣的人都是财运亨通的好命，妥善经营，一般都会获利丰厚。八、后背脊柱正中有痣，此处有痣也可代表贵人运，易受贵人扶助提拔。如果自身本就比较有领导能力，那事业和财运自然势不可挡，驾驭钱财的能力不容小觑。有此志向的人均为富贵之命，少年运势得长辈护佑，中年运势事业前程无限，晚年则安享儿孙福。九、正对肚脐后背有痣，肚脐我们将之看作命运初始之源，从离开母亲剪短脐带的那一刻，就表明了它和生命动力和智慧认知有关。对应肚脐后背有痣，代表属于健康长寿之人，一般心地比较善良，人缘较好，被他人尊敬，属于晚年享福之命。十、后背腰上有痣，后背腰上的志向与我们的积蓄能力有关，这里有痣的人是天生的适合经商做生意的料子，具有聚财敛财能力，善于打理钱财，并且做事能够沉得住气，不轻浮，而且有智慧。11、后背尾椎有痣，后背尾椎有痣我们视为福禄痣，和自身的福气和官禄比较有关系，此处长痣代表能够享受到福禄，能够继承家产或者得到长辈的资助，这样的人一般身体素质比较好，眼光比较独特，从政的话仕途会有比较好的发展，从文的话也会在相关领域有所成就。12、后背其他志向。一、左右肩膀正中有痣，从传统相术学上来看，左边肩膀有痣任重，右边肩膀有痣贫困。左右肩膀正中有痣，我们将之看作是一颗劳碌痣，代表着辛苦劳累，需要经过非常艰辛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二、背部边缘的痣，背部边缘有痣，表示家庭运或有不顺，会与家人经常有争执，部分人中年以后性欲下降，
也会因此引起一些夫妻和家庭矛盾。不过这样的人如果保持理性理财，不贪图贪欲，其实财运还是不错的，凭借自身努力还是可以有比较大的收获的。第三，5颗对人最不好的恶痣，对婚姻和子女不利，一生倒霉不断。一般来说，长在面部上的痣很少有着吉兆象征含义，这也是为何说面无好痣。事实上，位于身体上的一些隐痣，也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痣，所代表的含义也很糟糕。像是以下几种长在身体上的痣，就是典型的恶痣，对于个人的财运、事业运以及情感运势的影响相当大。1. 印堂上长有痣。印堂长痣绝对是痣相中最为糟糕的一种，印堂乃是个人命宫，代表着其人一生的运势变化，故而这一部位是绝对不能够长有恶痣的。如果印堂长痣的话，就意味着其人在生活、工作中容易遭遇意外，沾染霉运。2. 山根上长有痣。由于山根这一面部特征主要代表的是命主的人际关系、六亲缘分以及夫妻之间的感情好坏，也就是说，如果山根外形糟糕或者是长有痣的话，那么命主就很难和身边的朋友、亲人以及爱人拥有出色的关系。所以说，拥有这种痣的人容易在结婚之后和自己的爱人发生矛盾，并最终选择离婚。总的来说，山根有痣就是个人人际关系糟糕的象征。3. 肩门上长有痣。肩门就是眼角尾部，也就是太阳穴下方所处的位置，这一位置又被称之为夫妻宫。所以说，肩门上如果长有痣的话，那么命主所拥有的婚姻感情就不是很好。正所谓面无好痣，特别是长在肩门这一面向12宫之一位置上的痣更是如此。无论男女，只要在肩门位置上长有一颗外形较大、色泽较黑的痣的话，就意味着其人无法和爱人拥有稳定的婚姻感情。即使是顺利结婚，也有可能出现同床异梦的情况。4. 子女宫长有痣，和肩门也就是夫妻宫一样，位于眼睑位置的泪堂也是面向12宫之一，被称之为儿女宫。儿女宫这一部位和命主的儿女运有关，同时也能够体现出其人的婚姻运势。这是因为如果缺乏出色的婚姻运势的话，那么其人根本无法具备良好的儿女运。所以说，如果这一位置上长有痣的话，就意味着其人和爱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甚至有可能导致婚后无子。5. 长在脚后跟上的痣。脚后跟上的痣代表着命主在平日生活中、工作上容易遭遇麻烦，乃是麻烦缠身的象征。长有这颗痣的人必定运势不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危机变故，称得上是走霉运的象征。相学中认为，脚后跟长痣代表着事倍功半，万事不顺，都想发财，但可有想过自己是否适宜发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怎么连发财也要讲合不适合吗？难道发财还会招来厄运吗？正是如此，有部分人因为性格及行为都有问题，产生了一种负面影响，不知道福为祸之一，以致得不偿失，损害了生命中此金钱更可贵的东西。下面大佬就从面相算命图解的角度来分析，啥面相的人财神不喜欢，不宜发财，一起来看看吧。1. 额头多皱纹。额头多皱纹的面相，就是属于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很糟糕的面相，尤其是当这种面相出现在年轻人身上时，就会显得更加糟糕，甚至有未老先衰的迹象。并且额头多皱纹的人，他们的各项运势都会受到影响，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财运。表现在即使这种面相的人真的很用心在努力，但是他们的财运就是没有什么起色。2. 眼窝深陷。眼窝深陷的面相属于精神萎靡的表现，精神状态的糟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到眼窝深陷之人的整体气场的，会将眼窝深陷的人的气场带向一个弱势的位置，而气场的弱势深刻地影响到了这种面相人的运势，导致他们各项运势都不佳。就比如财运的走向，他们会一直被往坑里带，然后越来越坑。3. 唇色朱红。唇色朱红的面相财运不显，唇色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以及身体素质。如果一个人的唇色偏黑，那代表的肯定是身体抱恙，而朱红色的唇色虽然是偏向于血色的，但是和身体本身的健康却是不符的。同时，这种色系的唇色也预示着会带来灾难，会把原本就不是很好的财运都给驱散了。4. 鼻梁不平。鼻梁不平的面相意味着该人很容易会遇到劫难，运势这种事情最讲究的就是四平八稳才能有所收获，
而鼻梁不平的人在生活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很奇葩的事情，而为了解决这些麻烦事，他们又不得不采取花钱消灾的方法。然而明明都没有多少钱，还得往这上面分配，这显然会让鼻梁不平的人更加肘襟见肘。5. 下颚骨突出。下颚骨突出的面相对于财运非常的不友好，别人的面相要么是聚集起更多的财运，要么就是不痛不痒的维持现状，而下颚骨突出的面相则会毫不留情地赶走该人的财运。明明好不容易走运了一次，有了很不错的财运，可是偏偏就是会被带偏。这种面相的人这辈子都别想体会到什么叫做良好的财运了。6. 颧骨低陷。颧骨低陷的人是个城府比较深的一个人，这面相的人很喜欢在背后算计别人，就会很容易不注意把自己也算计进去了，就使自己处于在一个不好的处境中，就会给自己的钱财带来很大的损失。当钱财出状况的时候，有找不到好的方法解决，就会容易因金钱而压制，所以颧骨低陷的人没有好的守财能力，财运就不会好起来。7. 眉尾散乱。眉毛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聚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眉毛聚拢有形，那么这个人天生就有着很不错的聚财能力。而如果一个人的眉尾散乱，那么这个人的财运不会很好，感情和运势都不怎么好。眉尾散乱的人做什么事都比较难成功，而且很容易破财，这样的面相很难过上富裕生活。眉毛聚拢有形的人性格上通常比较坚毅，做事有恒心有毅力，他们能够专注于目标，不轻易放弃，因此在事业上容易取得成功。这类人善于理财，能够积累财富，不容易因为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正因为他们的性格特质，这类人在财富积累方面往往表现得更为出色。而眉尾散乱的人性格上可能比较急躁，做事缺乏耐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他们在决策时往往考虑不周全，导致财务管理不当，容易破财。在感情上，这类人也不太顺利，可能会遇到各种波折，影响整体运势。由于缺乏稳定性，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难以取得长久的成功。8. 谢幕面相。谢幕面相就是指一个人的眼睛眯起来像一条线，让人看不到瞳孔和眼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眯眯眼。这种眼睛的人性格通常非常固执，他们有很强的自尊心，由于自尊心太强，所以非常讨厌失败。这种人很难取得好的成就，性格过于固执的人很难让自己获得成功，尤其是在理财方面更不合适。眯眯眼的人做事时常常一意孤行，不容易听取他人的意见，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不愿意妥协，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固执的性格使他们在团队合作中难以与他人融洽相处，容易产生矛盾。由于不善于接受他人的建议和帮助，他们在事业发展中往往缺乏支持，难以取得突破。在理财方面，眯眯眼的人也容易因为固执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他们往往缺乏灵活性，不能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导致财务状况不佳。此外，由于自尊心强，这类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容易在投资失败后陷入困境，无法及时止损。尽管眯眯眼的人在性格上有明显的缺点，但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仍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他们需要学会接受他人的建议，保持开放的心态，灵活应对变化，通过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眯眯眼的人也可以在事业和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9. 耳朵尖薄。如果一个人的耳朵生得厚大且有肉，那么这耳相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一个人，财运也会很不错。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尖薄，而且还很小，向外张开，那么这面相的人财运运势都会不怎么好，会为了赚钱背井离乡，但还是不能赚很多财富，即使有财富也不能长久，总会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会使财富流失掉。10. 地格薄小。地格在面相中为积蓄，从地格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积蓄能力如何，而地格包括我们的腮骨和下巴。若有人的腮骨凸露且下巴短小，那么这面相的人做事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原则的，而且为人处事没有定力，还是一个很喜欢贪图小利之人，有的时候只会看眼前的小利，不顾后面的大事，所以这面相的人终究受不住财。11. 鼻梁塌陷。鼻子主财，代表的是财运的大小与赚钱的能力强弱等。若是一个人的鼻梁长得明显的塌陷，看起来没有气势，
则这样的人为人性格比较懦弱，胆小怕事，遇到问题也总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感觉，在事业上不敢放开拳脚，造成事业上一无所有，甚至还会给自己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所以这样的人无论男女都是贫贱之相，钱财很流失的快。12. 鼻翼有痣，如何看面相算命？面相中常常以鼻翼与鼻头合起来，代表一个人的财帛宫，鼻头代表一个人的赚钱能力，而鼻翼为财库。若是一个人的鼻孔有痣，就像是袋子上的小口，财进财出，很难存得住钱，典型的破财相，攒不住钱。鼻翼一定要饱满有肉，鼻翼长得较好的为悬胆鼻，鼻梁处尖小，而鼻翼处饱满有力，为典型的聚财相。如果鼻翼有力但是很薄的话，就是能挣到钱，但是存不住钱。13. 双目无神，双目无神者，即两眼毫无光彩，有点睡没醒的模样，眼皮无力的低垂，眼珠浮起，这便是双目无神。这类人只宜安分，不宜发财。为何要说这类人不适宜发财呢？原因是他不善处理金钱，也欠缺努力和艰苦的奋发精神，就算一朝富贵，也只是从波及或诈骗的方法中取得。而最弊的是，这类人在30胜40岁之间，会因为骗人或被骗，招致很大的失误，损失大财不在话下，更甚者会到破产收场。14. 目光闪烁不定或眼浮泪光，眼睛要有灵气，但不能过于闪动和带浮光，这是一种不安的异常表现。无论在性格、心态和环境上，这类人都是处于不安的状态之中。至于在金钱方面上，其落差是相当大和相当快的。当他在穷困时，会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金钱，到了有钱的时候，人家亦会用非常手段向他夺取，因此便经常的引起种种纷争与突变，猜来猜去，到头来富贵只是一场空。15. 鼻梁扁平，所谓做人要自量，自己明明不是发财的材料，却天天在发横财梦，望一朝大富大贵，甚至冒险犯难，但又不够别人准狠，也争不过人家，这反而会招来横祸，到时便悔之已晚了。鼻梁生的扁平，好像没有鼻势的人，他们只适宜安分守日，乐天之命，因为他们财运欠佳，只能承受少量的金钱，钱一多了，便引来身体上的毛病或别人的垂涎，反令精神紧张不安起来。此外，他也容易相信别人，金钱容易遭人全部骗去。总之，金钱对所带来之风险，他是承担不起的。16. 鼻孔养鹿，有些人洗脚不抹脚，只懂得用钱而不会赚钱。总之，再多钱也会给他败清光。所谓财散人安乐，他也不觉得如何大不了，不是到山穷水尽之时，他仍是不知悔改的。这类人就生有养鹿鼻孔的坏相居多。乡书云：鼻孔朝天，家无隔袖之良。不幸的，如果他染上毒瘾的话，便更加不堪设想，中年运将会破败不堪。命面相的说法上面，我们身上的一些痣都有意义，像是美人痣、泪痣，这些生在不同的地方都能有一个说法，而且让你不得不信，旺夫的女人身上铁定是有旺夫痣。有一些是长在你能看得到的地方，有一些则是需要你仔细是看了。下面大佬就给大伙讲解一下长在哪些地方的痣是旺夫痣。1. 右耳朵上有痣，在痣相学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做藏者为上等，痣的位置越是隐藏，越是富贵。古人说脚踏七星，能长千兵，说的就是脚底有痣，能很好的发旺事业运的意思。乡书有云：脚踏七星，有权有柄，富甲一方，实为皇帝之命。脚踏3星，相传也是星宿之命。武侯诸葛亮脚踏6星，出身茅庐，也落得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据说汉高祖刘邦脚心上长有7颗黑痣，有脚踏7星之说。当刘邦在楚汉战争稳操胜券的时候，项氏就竭尽奉承之能事，说刘邦是脚踏7星众星拱，95南面当汉兵，说他将来能当皇帝。耳朵上的痣大多都是好痣，耳垂有痣的人聪明，孝顺父母，而对女性来说，右边耳朵的痣要比左耳好，此类女性有帮夫运，能够支持和扶助丈夫飞黄腾达。2. 左下巴上有痣，下巴在面相中被称之为地格，与天庭也就是额头一样，长得好坏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财运发展。而在下巴上长有痣的话，所代表的就是其人田宅，运势极佳，一生中能够有着比较多的不动产，这样的女性自然能够为自己的另一半带来极好的财运和事业运势。3. 眉毛有痣，眉毛上面长痣的女人，感情都是很细腻的，是愿意为家庭付出的人。眉毛中间有痣的女人，
家庭环境是很优越的，不愁吃不愁穿，更不会因为金钱而烦恼，生活和工作的各方面都能兼顾，同时还能帮助丈夫。婚后能让丈夫的事业走上巅峰，事业和爱情会双丰收。眉毛的痣还是要留着，点了会露财。4. 鼻梁有痣，鼻梁上长痣的女性心地是很善良的，性格比较开朗活泼，还很积极乐观，遇到困难也不逃避，遇到问题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遇到事情都能逢凶化吉，有吉星高照。婚后夫妻生活会很和睦，感情会很稳定，家庭会很幸福美满，到中年的时候会名利双收，家庭会很富裕的。5. 鼻翼有痣，在传统面相学中，鼻子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尤其是鼻子位置有痣的人，往往家中能积累丰富财富。若痣色鲜亮，更是事业运势兴旺的标志。鼻翼在相术上被称为兰台或金柜，意味着是个人财富的保险金库，特别是女性，如果鼻翼位置有痣，通常意味着她能守住财富，生活富裕无忧。这样的面相不仅能保证个人的经济状况，还能促进家庭和事业的成功发展。此外，这样的痣也被视为吉祥的象征，能带来稳定和幸福的生活。6. 肚脐正中有红痣，在中国的传统相术中，肚脐上长痣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吉祥征兆，尤其对女性来说，意味着非常好的运气。虽然这种痣比较少见，但是一旦出现，尤其是红色的痣，据说能给女性带来婚姻上的巨大福气。这样的痣不仅象征着能嫁给地位显赫的丈夫，还能增进丈夫的事业发展，有利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进步。肚脐痣的女性通常会发现，结婚后不久，她们的丈夫便有机会获得职务晋升，从而生活富足，衣食无忧。此外，这种痣还象征着能生育聪明、健康的孩子，为家庭带来更多的幸福和繁荣。7. 额头右边有痣，在面相学中，发际线附近有痣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性格温和，具有极高的亲和力和适应能力。这样的女性进入丈夫的家庭后，往往能够迅速赢得公婆的喜爱和信任，使得整个家庭关系和谐愉快。她们的这种性格使得她们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更加得心应手，能够有效地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娶这样的女性回家，男方通常不需要担心家庭琐事和内部冲突，可以更加安心地投身于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发展。他们的存在像是一个家庭的润滑剂，不仅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还帮助家庭创造一个支持和鼓励个人成长的环境。因此，这样的女性往往被视为家庭的幸运星，为家庭带来稳定和发展的动力。8. 嘴角右边有痣，这个地方长痣是天生就有福气的，财运会非常好。结婚之后会将好运分享给自己的伴侣，也会教育出聪明可爱的孩子。9. 官禄宫长痣，官禄宫位于额头正中间的位置当中处，以女人此处长得好，代表丈夫的事业财运兴旺。往往在此处长有吉痣的女人，她们大多数的福气与运势都会非常的不错，至少家里的经济条件会非常的富足，个个都是上等面相，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而且她们的运势会非常的好，也会连带旺自己的伴侣，婚后会过上富裕的生活。10. 臀部长痣，女人的臀部是聚财纳福的地方，往往会以女人臀部大、天生好生养的福气，往往在臀部处的位置长有吉痣的女人，大多数的贵人运势会比较强，往往在关键的时候会注定的提携与帮助自己，个个的成就发展都不会太差。而且在臀部长有吉痣的女人，她们命中有贵子，天生好命，以后的福气发展只会越来越好，少不了大赚特赚，经济上富足。11. 下巴长痣，下巴及地格，代表的是他们的晚年运势与个人的聚财力大小等，而且女人的下巴是家里的聚财的地方，以下巴长得饱满、厚实有肉为福气。若是女人的此处长有吉痣，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她们个人有理财聚财之道。只要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就一定会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富几代人，所以他们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吃穿不愁。12. 左眉长痣，在相学当中，往往会以眉毛内的痣有眉里藏珠的意思，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以女左男右为福气，而一般痣长在左边的女人，往往她们个人的运势才能会非常的出众，天生好命，自己有钱花，有福享，懂得如何与身边的人友好的相处，是全家人的精神后盾，家庭关系和睦美满。
越是往后丈夫以后的财运发展也就会越旺，是典型的旺夫痣。13. 鼻头有痣，女人鼻头上长有痣有旺夫运，鼻子长痣也是比较常见的痣象。不过如果是长在鼻梁、鼻翼上的痣，代表的运势含义是很糟糕的，是破财的象征。但是如果女人鼻子的鼻头长痣的话，代表其财运极佳，且善于理财，因为鼻子是面相中的财帛宫，鼻头代表正财，鼻头长痣代表正财运很稳定，结婚之后家庭经济也会很稳定。14. 腋窝有痣、右腋痣的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性格温顺，富有义务心和爱心，关心和体恤他人，人缘很好，艰难的工作总是得到同事们的协助，他们的财富是特别好，以致年轻时挣钱不多，但中年以后变得富有，潜力十分大。这个痣的位置比较特殊，不太常见，志向非常好，代表着财运亨通。不论是自己还是家庭、事业还是投资，都能有不错的成果。15. 锁骨长痣，锁骨上面有痣，通常是一种极致。这种人的心胸比较开阔，自身的能力比较强。这种人对于很多时候有自己的处事方法，很难有做错的时候。这种人为人处事也是相当出色，外形出众，福气常在，所以桃花运也是很旺，能够很强势，所以做什么都能够很好，有自己的财运，能够赚很多钱，有很好的能力。16. 夫妻宫长痣，夫妻宫在眼尾尖门处，夫妻宫也就是在双眼的两侧，所谓的夫妻宫也是人的福气的象征。这个部位有痣，能够看出这个的能力很好，婚姻上面能够幸福美满，做事很好，而且以后的前途能够非常的有起色，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心仪的对象，做事也是很稳妥，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也是能够结合别人的意见，能够有很好的前途，做事能够很好。痣本身外，还有当看痣周围的色泽，有生气的痣，其四周都是红润的凉色；吉运的痣，其本身不但有光泽，其周围也会出现淡红的润色；烦恼的痣，除其痣本身颜色不佳外，在四周会有深沉的暗晦色；衰败的痣，在其痣的周围会有淡淡的蒙上一层黑色。痣四周颜色的变化，也就是气色的变化，气色是由心来推动的，心动那里，气就随着气动色应，因此只要主宰了我们的心，就是送了气色，能控制气色的流动，自然就可左右痣的变化了。因此可说，心才是真正命运的方向。有人说相由心造，实在是有其道理。根据传统面相学中，女人拥有福气灌顶的面相，被视为极为吉祥和珍贵的征兆。有这样面相的人，常被视为天赐的福运，拥有者往往能够在生活中得到高人的指点和帮助，无论是在职业还是个人生活中，都能够一帆风顺，取得卓越的成就。那么福气灌顶的面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眉骨，一个人的眉骨隆起，并且眉毛聚而不散，有气质，这类属婴儿天生的指导相。这么的人性情比你固执，本人决定的工作会坚定做完，十分的有毅力，做人干事十分的有准绳，在中年会有多作为。假如是眉骨隆起并共同偶然的全鼻，同时鼻孔美满，眼神温和的这类人，他们在40岁到50岁的时分豪富大贵，财丰利达。2. 嘴不大，且上下嘴唇对称，嘴唇红润有光泽，呈现出弯月的样子，这样的女人是非常有福气之人，凭他们的一张嘴就能享尽荣华富贵，这在古代是千金小姐的面相，在现代则是能享富贵的面相。3. 额头饱满开阔，额头主智慧，额头饱满开阔的女人一般比较的聪明，富有智慧，考虑问题也比较的细致和全面，看人比较准，所以在感情方面也善于发现男人的潜力，从而找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个人。对于自己和另一半有着比较清晰且长久的规划，也能在事业和生活上给予另一半很大的帮助，非常的具有旺福运。所以这种女人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相处愉快且物质条件还非常不错的男人。4. 鼻头垂肉，这样的鼻头对于物质与金钱有特殊的嗜好，占有欲望强烈，不服输，而且有坚持力，钱财入手则极难花出来，也就是一个很护财的人。年上与寿上发达，而准头瘦弱，这是极度捍卫自己意志的特征，并且绝容不下一己，自我意识非常强烈。鼻子代表夫星，郭晶晶的鼻梁直，而且山根高，代表夫星旺盛，颧骨微微外凸，不尖耸，而且额头饱满，这都是旺夫的相貌特征。5. 面型圆大，
面型圆大就是相学中的田字脸，这样相貌的女人有福气。田字脸的女性属于典型的旺夫相，同时也能深受对方的喜爱。她不单性情柔和，相处起来容易，同时也相当善体人意，并且田字脸的女性有福气，识大体，好交朋友，乐于助人，同时思想缜，工作态度认真，能得到上司的欣赏，有人的爱戴。谁娶了这样的老婆，不但不用担心家里的事，事业上也能受到帮助。6. 人中清晰深陷，女性的人中如果清晰深陷的话，则说明这种人的肾功能非常强，他们的心情温顺，这种面相的人还能养育非常有才智的后代。人中也有寿堂的说话。一般来说，人中明晰的女人刚强，意志坚定，做事情非常有条理，并且在工作中有着非常好的运气，即使嫁给穷小子，还是影响不了她当上富婆的命，并且爱人也会跟她一起进步，生活越来越有钱，日子更是越来越利好。第2，案例分享。第1个，长薄指细，典型的木型手，木人多思偏敏感，感性多思，但决断力偏弱，指节间不见米糠纹，反见横纹干扰，而且越往小指方向，指节间横纹干扰越多，说明晚年运势一般。从生命线尾端杂乱也可看出这点。食指见缝隙，早不于前，30岁之前财运一般。食指根部巽宫财位见杂纹，此处是正财位，正财虽有，但是不稳定。月丘饱满，想象力丰富，注重精神世界。金星丘虽然开阔，但是见凹印，体质不强，运势根基一般。生命线初期也见锁链纹，也说明出身家庭环境一般。生命线初期偏浅淡，从小体质也偏弱。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做事计划性强。不过相对生命线，脑线比较深长，聪明脑力强，是个典型的爱动脑，不太爱运动锻炼的人。建议多锻炼身体，体质增强，运势也会提升。平衡脑力和体力，运势才能长久。不过人很聪明，学习能力强。感情方面，感情线初期见羽毛，感情线为天文，代表父亲，和父亲缘分比较浅。中年后多关注父亲健康。感情线中期见2个倒纹，倒纹出现在感情线，说明感情中能量减弱，容易被烂桃花侵扰。结合结婚线见3条，中间那条深长的感情线代表婚姻，上下2条分别代表婚前和婚后都有一次偏缘干扰。感情线的2个倒纹也印证这点。第2个，额头饱满，在3庭中占很重的比例，说明早运不错，能享祖荫庇护，人也聪明伶俐，学运不错。额侧饱满，人生起运比较早，不过额头偏圆的女生桃花旺，但难长久。从眉眼来看也是如此，眼周围黑气稍重，在感情中能量偏弱，易遭烂桃花干扰，容易沉迷感情，损耗福报，注意调整。一字眉，个性稍强，性稍急，眉眼不得配，导致田宅宫稍窄，青年时期易动荡，尤其在感情方面。眼睛圆大，睫毛翘，桃花旺，孩童眼，和年纪大的男性颇有渊源。不过山根有力，鼻梁高隆饱满，婚后福运足，财运旺，人生高度可期。只是山根见青金，此处也为极恶宫，注意妇科病侵扰。鼻头有些压人中，和子女缘分浅，子嗣不丰，唇薄稍歪，伶牙俐齿，易犯口舌。不过下巴这颗能弥补下巴偏短的劣势，晚年能承载一生的福运，安享晚年。第3个，长为虎，指为龙，龙长虎短，指长得配，做事主次分明，能知轻重缓急。中指虽然很长，个人有主见和自信，但是见指干扰，有些路锋芒，犯小人。小指过3关，不愁吃喝穿，和子女缘分深厚，晚年能享子孙福。长面稍小的人，相对长面大的人，处事更加有胆魄，雷厉风行，但少了些长面大的人传统和保守。掌纹来看是断掌，断掌人决断力比较强，在事业方面偏强势，在职场容易成为领导者，利于事业。但是断掌人传递出的能量很强，在感情中偏强势，不利姻缘。虎口火星丘饱满，面对困难有勇气挑战，特别是在事业方面勇于突破，事业格局不小。同时事业线和脑线生命线已经财运线组合成了元宝纹，这是人生的财库。对于断掌人来讲，财库利用得当，人生会有突破。第4个，耳高齐眉，聪明有灵气，耳朵轮廓分明，早运不错，但是聪明不精明。从这宽厚的鼻翼也看出来，为人倒是忠厚，少城府和耐心，反而鼻直不起势，
鼻形上细下粗，中年福运不强，也易有漏财之事，眼大孩童眼，故作童真之态，容易招惹假桃花，特别是年长的假桃花，眼下黑气稍重，易沉迷情欲，损耗福报，注意调整。眼大之人，直率少城府，眉头带剑，个性稍急，不过田宅功成，居所稳定，根基靠山还是有。唇稍歪，醇厚也不善言，易犯口舌是非，同时唇厚外翻，物欲足外消费，鼻见孔，易漏财，加上下巴稍短，成将不成，晚年难，都助财。第5个，小指偏细瘦，和子女缘分稍浅，也说明晚年运势一般，食指见缝隙，早不于前，食指根部巽宫饱满，此处是财位，正财旺而稳。从这身长的事业线也看出了，小指水星丘也饱满，说明沟通能力强。口才好，加上纹路清细，能靠口吃轻松饭。金星丘饱满，精力充沛，体质佳，运势根基不错，只是生命线横纹遍布，个性偏敏感。横纹的多也说明人生阻碍多，通知这横纹也干扰到了事业线，事业也遇见不少阻碍。月丘附近见三角纹有事业线穿过，三角纹出现在主线上，容易事业初期起点不高，阻碍多。但是太阳丘见一条非常深刻的太阳线，有望贵人助力，指点迷津，度过事业难关。第6个，面相骨为阳，肉为阴，女主肉多骨，偏营养质，营养质的人也要看骨相。女主面骨大气，加上有肉包裹，是福运深厚之人，三庭比例均匀，运势稳定少起伏，额头高圆润，聪明乖巧，早年能享父母关爱，只是额侧一马宫有些凹陷，出行运势一般，不宜远嫁。官禄宫饱满，有机会入宫门。眉毛稍浅薄，眉毛对于女人来讲特别重要。女主柳叶眉形，但是稍微浅淡，眉薄情缘薄，不利姻缘，建议适当修眉，能改善。眉眼间田宅宫得配，根基稳靠山足，居所稳定，眼睛灵动，小而有神，给眼尾和眉尾留下足够的位置。夫妻宫饱满宽阔，婚姻稳定幸福，印堂开阔，山根饱满，甚至有伏羲灌顶之势，非常富贵的面相特点，甚至有嫁入豪门的机会，定力十足，很好的承接青年和中年。鼻梁高隆，鼻顺耳长，贵气十足，中年更是旺夫旺财。颧骨饱满，鼻全得配，中年运势高涨，像眼象鼻是大贵，表面温和，实则不怒而威，唇含而翘，心态积极乐观，口才好，沟通能力极强，能靠口吃轻松饭。奴仆宫饱满，和晚辈缘分深厚，晚年能享子孙。指在手相上又被称为忌指，为指在5根手指中是最小的那一个，别看它小，它不仅代表了一个人后半生的运程，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相术上又被称之为第2根拇指。那么小拇指的长短、形状具体都能看出哪些呢？一起随我来看看吧。1. 小拇指长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的小指长度通常会超过无名指的第1指关节。这种特征的人，他们的思维通常非常敏捷，手法灵巧，擅长细致地观察与分析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这种能力尤为突出，使他们能够在社交场合中显得更加得体与自如。在传统相术中，小指被视为代表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因此拥有较长小指的人通常具备强大的沟通技巧，这使他们能够在与人交往中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他们的这种沟通能力不仅帮助他们在商业场合中取得成功，也让他们在私人生活中能更好地维护人际关系。这类人在社会上通常行走自如，能够凭借他们的社交手腕和敏锐的观察力，在各种环境中取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正如俗语所说，他们很吃得开，这不仅因为他们出色的交际能力，也因为他们能敏感地捕捉到社会动态，迅速适应各种社会环境。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沟通和交流方面的天赋与努力。2. 小拇指短小。小拇指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过于短的人，个性率真、单纯、无城府，凡事都喜欢率性而为。虽说话办事经常思虑太少，但也算活出了自己的风格。这种人为人仗义、耿直，对朋友能两肋插刀，所以身边往往朋友虽少，但都是交心的朋友。小拇指短的人不太适合自己创业，但能在贵人的朋友的帮助之下取得不错的生活。
3. 小拇指与无名指。小拇指通常代表的都是一个人后半生的生活状态，而无名指代表的是配偶及感情生活。小拇指与无名指并拢，没有缝隙的人，通常在后半生能与伴侣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反之，若是有缝隙的话，夫妻两个人肯定经常吵架，甚至有中年离异的风险。4. 小拇指颜色。健康上来说，小拇指苍白，通常都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小拇指红中带青，多是肾虚、元气不足的表现；小拇指青筋毕现，多是泌尿系统不畅。5. 小拇指尖端的形状。1. 小拇指指尖端为尖头形者主，其人心理细密，反应敏锐，辨现能力强，善于论辩，也善于讨人欢心，并且喜好研究事物。2. 小拇指指端为四角形者主，其人学识丰富，做事踏实，具有务实能力，信用佳，重责任。3. 小拇指指端为椭圆形者主，其人善于理财与管理经营，经济观念很好，善机变，社交能力好，人际关系佳，本能强。6. 小拇指的指纹。1. 小拇指有运约纹。运约纹是指小拇指有一条或者两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有这种纹路的人是上帝的宠，因为他们赚钱的本事超群，年纪轻轻就获得了不菲的财富，因此剩下的时光都是一边在享受，一边在奋斗，生活过得很惬意。这类人到了中老年也运势极佳，子贤孙孝，儿女绕膝，尽享天伦，富贵又安康，且后代卓有成就，不用为子孙前途担忧。2. 小拇指有侧纹。小拇指的直纹超出2条，也就是像理中常说的侧纹。有这种纹路的人聪明能干，事业有成，但是这种人通常野心勃勃，不甘心落于人后，即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也会因为强烈的好胜心逼迫着自己忙碌辛苦，尽力赚钱。所以建议这类人要学会劳逸结合，适当给自己减压，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步入老年之后更要放慢节奏，多锻炼身体，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3. 小拇指为军纹。小拇指有军纹的人性格孤僻，脾气固执，不喜热闹，所以他们一生朋友甚少，但是和子女的缘分却很深厚，可以得到子女的悉心照料，因此得以安享晚年。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人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一般自己决定的事情不太容易被改变，并且晚年性格更加偏执，子女要多关心留意，以防被人骗走财产家当。4. 小拇指为沉纹。小拇指有沉纹的人，年轻的时候事业运势不是很好，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不过中年以后，他们的运势就会越走越好，早年的努力也将得到不菲的回报。晚年之后，他们运势将达到巅峰，从此大富大贵，安享清福。由于他们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有着极好的人缘，所以老年之后也不会孤单，子孙孝顺，朋友围绕，加上他们喜欢旅游，懂得享受生活，所以他们的晚年过得既幸福又充实。第2，掐指算命看吉凶，简单易学，奇准无比。掐指只是古人在占算时将天干、地支、八卦、五行等通过五行的生克等关系来进行推算预测罢了。掐指算命是怎么回事？一些人没有算过命，但是在电影、电视与书中都能看到命师为人预测的时候都会凝神掐指运算。掐指算命已经成为了算命的招牌动作。那么掐指是什么意思呢？不懂的人觉得神秘，讲出来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同许多江湖秘技一样，说出来就分文不值了。命师掐指的位置是在左手，用左手大拇指在其他4指上掐点，掐点一共有12个位置，也就是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的位置在无名指的根部，丑的位置在中指的根部，寅的位置在食指的根部，卯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2个折纹上，辰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3个折纹上，巳的位置在食指尖上，午的位置在中指尖上，未的位置在无名指尖上，申的位置在小指尖上，酉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3条折纹上，戌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2条折纹上，亥的位置在小指的根部。此12地支在左手4指上转了一周，食指上有寅卯辰巳4个，小指上有申酉戌亥4个，中指与无名指上各有2个，总计12个。位置很简单，但是在运用上却十分广泛，如查10天干的旺衰、年龄的计算、12星剑、一掌经等，都离不开指诀。
先介绍一下根据年龄推算属性的方法。比如来了个人说，有一个人今年虚龄75岁，问你是属什么的，你就可以在今年2006年戌的位置上起1岁，顺数到子为11岁，寅的位置为21岁，辰是31岁，午是41岁，申是51岁，戌是61岁，子是71岁，隔位往下推，查75岁的属性就在此停住。子为71岁，逆向推，亥是72岁，戌是73岁，酉是74岁，申是75岁，推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就告诉来人，虚龄75岁的人是属猴的。若问一个人是属猴，今年70多岁，虚龄是多少，你也用此方法推出。在邵伟华著的《四柱预测学》也有详细介绍，请参看。10天干的旺衰我就不介绍了，我只是想说，现在许多人有点忽视它，老怕地旺，少怕衰，中年最怕死绝胎，这在预测中很有用的。行运预决一般都有事，像沐浴也为桃花，沐浴为裸体，结合命局运用是很准确的。一掌经预测十分方便，不用万年历与排四柱，报出出生的时间就马上开口就断，准确率很高。若与四柱同时运用，百不失一二。我说一下一掌经的12宫：子为天贵，丑为天恶，寅为天权，卯为天破，辰为天监，巳为天文，午为天贵，未为天义，申为天孤，酉为天任，戌为天义，亥为天寿。具体的用法是从年上起月，月上起时。例如乾燥，阴历寅年3月14日辰时，男命顺行，女命逆行，在寅上起年，顺数寅为1月，卯为2月，辰为3月，在辰上起日顺数到14日为巳，巳上起时，顺数午至酉。此4宫为天权、天监、天文、天任，依其各宫的含义进行批断。各宫的含义与四柱食神相很相近，具体可参看一掌经。用一掌经断人性格，我感觉非常准。12星剑也是用指诀在生年起，数至太岁上看落在何星上，如落在吉星上论吉，落在凶星论凶。12星剑是凶星多吉星少，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总是凶多吉少，穷人多富人少，不可能人人都吉。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